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徐同学的桌游时间。这一期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然后又比较好玩的游戏，就是这个 King Domino。King Domino 呢，获得了德国2017年的年度游戏称号。那么这个游戏呢，相对而言规则比较简单，但是呢，又可以玩出一些技巧之类的。然后这个游戏是可以适合2至4个人玩，但是以我的经验呢，2个人玩可能会有一点点无聊，但是3到4个人，所以说可以，比如说和父母啊，周末的时候，因为规则比较简单，所以可以教父母，然后或者和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有8岁、7岁，就可以和你一起玩了。那么让我们一起开始来看一看这个游戏怎么玩吧。首先呢，这个游戏可以看到它的封面比较画的图画比较漂亮，可能也是最开始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吧。那么游戏盒子里呢就比较简单，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小的。然后主要的呢就是这些多米诺牌，这些多米诺牌呢是可以装在这个塔盒里的。这是第2版的游戏，第1版呢它没有这个塔盒，就是可以大家自己随机抽。那第2版有了这个塔盒以后呢，就看起来更加高级一点，再加上怎么说比较随机的，就不会有作假的嫌疑来抽这个多米诺牌了。那么这个多米诺牌呢，总共有48张。由于这个游戏它是适合最多4个人玩，也就是说每个人最多可以抽到12张多米诺牌，或者分到12张多米诺牌。那么如果是3个人玩的话呢，肯定就要把这多余的12张牌要随机的，就是省去12张牌，然后再放在盒子里面。那么4个人玩的话呢，就要把所有48张多米诺牌放在塔盒里，然后随机的这样抽出来。然后你可以看到，当我们抽出来的时候呢，你需要把它的反面朝上，正面朝下这样放进去。那么反面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数字写在这个牌上面的，然后当然是从1到48。正面呢，就是有2个不同的地域区块来组成的这么一个牌。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牌呢，拿进来给大家看一下，有2个区域，一个是这种黑色的，那是这种矿区，一个呢是这个灰色的，这个是沼泽地区。你也看到它这2个牌呢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说这一边它没有皇冠，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区域。那这一边上面有2块皇冠，然后它也可以是，比如说像这个牌，它有1个皇冠，这边也是没有皇冠的。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它整个牌就是由2个，比如说相同的区域组成。看这2个就都是这个森林，这属于深绿色的。那总共呢，它有6种不同的这种颜色划分来划分地域。那这个是黄色的，就是我们开始就是我们看到这，比如说这一块黄色的，就是有点像稻田啊，然后上面有风车，然后这是黄色的。然后深绿色呢，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一块，就是森林的这种。然后蓝色呢就很简单，就是海洋了，就比如说像这一块。浅绿色呢就是草地。如何分辨草地和森林呢？比如说我们把这2块牌放在一块，就很容易看出来，森林呢就是都是树这边，草地呢就上面有很多小羊，然后画的比较可爱。这是一个浅绿，一个深绿。然后黑色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矿区，就是黑色的。还有最后一个灰色的呢，就是这种沼泽地总共呢就是6种不同的这种地区区域。然后呢，你也看到它的塔上有写清楚每一个区域有多少个牌。那这么一个数字呢，就代表这一个多米诺牌的1半。那也就是说，它有
21块，比如说黄色的21块没有带皇冠的区域和5块带了皇冠的区域，这就是它总共这个一个分布。那这个游戏具体怎么玩呢？首先，比如说我们有4个人来玩这个游戏，每个人做游戏准备的时候呢，就会分到这么一个，这是你的市中心哈。你的市中心，你的国家的中心，然后当然你的国家中心就有一个城堡，看这个小城堡做得很可爱，一个小城堡。那么有4种不同的颜色，粉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那么每一个人呢，每一个玩家呢，都会拿到一个市中心的一块地哈。然后呢，和你的城堡，比如说我拿这个绿色的城堡来做个示范，那你就把城堡放在你的市中心上。然后4个人玩的时候呢，每一次从塔里面抽出来4张卡或者4张多米诺牌，就这样1、2、3、4，这样抽出来以后呢，我们不要把它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数字而已。那么我们首先把这个数字由小到大排列好，1、3、10、37，比如说这4张牌是我刚抽出来的。当然，如果是3个玩家的话，就只用抽3张牌就可以了。抽好了以后呢，排好了以后呢，再打开，可以看到，比如说第一个1号牌，它就是2片都是黄色的，也没有这个皇冠什么的。然后最后的这个比较大的牌呢，37号牌呢，它就有一半有皇冠，有一半没有，就这样。那么如果怎么玩呢？首先我们打个比方，第1轮的话，一般都是比较和平的玩法哈。第1轮的时候呢，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这种小人，代表你的颜色。这样4个小人，然后比如说我是绿色的，然后从我开始，那么我选什么呢？我就想当然想选皇冠了。为什么？等一下告诉大家。那我选这张卡片，然后下一位，然后我们按照比如说顺时针啊，或者是大家随便怎么一个排列的顺序，第1轮都可以。那么这个蓝色的来选，那这3张牌都无所谓了，那就选这个，然后黄色选这个，粉色选这个牌。然后选好了以后呢，就是第2轮的卡片抽出来。同样的，我们把这些牌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在这4张牌的边上，4、6、39、16，这样排好了以后再翻开，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呢？那么刚才在上一轮选的最上面这个就是数字最小的这张多米诺牌的这位玩家呢，就可以拿走他的牌，然后放到他的这个国家的国度里面来拼成他的这么一个国度。同时他可以作为第2轮的第1个玩家来选择这4块牌，也就是说你选的越小的号，那么第2轮你就是越早的来选这个下一轮的牌。然后你拿到这块牌来拼的话，刚才这是蓝色的号，比如说我们说蓝色的玩家，然后他拿这块牌就来拼他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怎么拼呢？也就是说总共每个人可以有12张这种多米诺牌，12张牌的话总共有2个区域，也就是说你有24个区域。然后你的国度呢不能够超过5乘以5这么一个区域，加上你市中心这一块已经有的区域，所以就是说你总共有25个这种小的方块区域。所以说你在拼牌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我用一个怎么样的拼法，不会让我最后的2块牌或者1块牌没有地方拼了，因为你不能够超过5乘以5。什么叫做不能超过5乘以5？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牌放在这儿，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哈，我这样拼了，然后这样就是1、2、3、4、5，
那么如果我在这儿再加一块呢，就是超过了5×5就不行了。所以你就只能这样1、2、3就这样，正方形要拼成这么一个正方形的情况哈。然后呢，还有一个规则，拼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规则呢？就是说，市中心的这4个边，它是一个怎么说中性的边，也就是说它可以和任何一个区域连接，比如说你是黄色的也好，浅绿色、深绿色都可以和市中心的这一块城堡的地相连接。但是如果你拼到外面的时候呢，这个连接的话就必须要同色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再比如说我放在这哈，我用这一块来打个比方，那这一块的话呢，我可以拼在这儿，因为这个市中心它是一个中性的，它是一个 neutral 的，你就都可以拼。但是拼在这儿也可以，因为这个黄色和黄色连接了，这样也可以，因为有一块黄色和黄色连接了，也可以达成这个成功的这种拼接。但是如果你这样拼接的话就不行了，因为这样子的话，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呢，它这2个区域只是连接的，这2个区域它不是一个相同的，就不能连接。但是这样就可以，或者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它这个多米诺牌就可以随便你怎么去翻转都是可以的，都是可行的。那么这样拼接好了以后呢，然后市中心这块地呢，它不需要一定站在正中间哈，你可以把它放在边上或者角落都可以，只要你的国度不超过5×5就 OK。然后最后所有的牌分完了以后，每个人手上都有12张牌。然后大家说我最后2张牌我拼错了，我不能拼成5×5，我怎么拼都不对了，那怎么办？那就很可惜，你就可以把这张牌扔掉，就不能用了，就没办法。或者在拼的过程中，你觉得特别傻，我有这么一个连接的点，我不想用这张牌，比如说抽到了这个黄色的，然后这个对我一点用都没有，那么怎么办？你也可以说我不用这张牌，我就少一张牌也没有关系，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在最后大家都有12张多米诺牌，不管你用了还是没用。然后完了以后呢，就可以算分了。这个分呢怎么算呢？也就是要说到这个皇冠的问题了，就是这是个重点。然后那么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拼了一块，然后打个比方来解释一下我刚才说的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这一块区域呢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哈，然后这些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一块就错了，比如说刚才它就必须要这样放，因为它这里必须要有一个连接，然后像刚才那种就是错误的示范。然后呢，这也是一个示范给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我拿了12块牌，但是呢我拼成这样，我这边已经是1、2、3、4、5，然后这里也是1、2、3、4、5，所以我不能够再往外围拼了，那么这样就会导致我最后一块牌没有地方放，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在你没有很好的这种准备的前提下，它是可能发生的。然后就是最后的这个计分是怎么算呢？就要说到这个皇冠了。那这个计分法呢，就是你所连接的一个区域里面皇冠的数量乘以你这一块区域的数量。怎么说呢？比如说这个海洋区域，这里有一个皇冠，然后有1、2、3、4、5、6、7个区域，那么就是7分，这一块就是7分。然后这个黄色呢，虽然有2个皇冠，但是这2片是没有连在一起的，那么就只能算成这里3分，1×3，这里1分，加起来就是4分同理，这个绿色的虽然总共有3块绿色的，但是它们都没有连在一起，所以只能算皇冠这一块的1分。那么比如说这个草地呢，这个森林这一块它有3块，但是它连一个皇冠都没有，所以就只能算0分了。和这个
沼泽的话，它这里有一块，然后这里是4个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就是4分，然后再把这些分统一的加起来，就是你最后的得分了。当然，得分最高的就是赢家啦。